张大人会来吗？当然会来，你就耐心等吧。大人要我来这里是要交代什么事情？等他到了，自然就会知道。大人，你们都到了。大人召属下来有何交代？哼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？属下也正奇怪，大人为何不在州衙等候，又何必劳动大驾呢？因为矿场的事已经败露，我们还能在州衙见面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？那就要问你了。有一个叫田青的矿工从矿场逃了出去，你知道？这属下真的不知道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跑到包大人那儿去了。包大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的后果是什么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大人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让他没有任何证据，你就不能查到我身上来。郭北。大人，我为求自保，你就怪不得我了。都是他的心腹。不，我们听大人的。哼，要背叛他，就会背叛我。包大人查出郭北，却未必查出矿场，这是你没有事的原因。是。你我要想保命，都要有所牺牲。属下全依大人安排。好，你立刻赶回矿场，停止所有采矿炼金的动作，将矿工暂时都关起来。但是要好好对待，立刻将虎贲营指挥，还有营中少数知道此事真相的官兵，通通都杀掉，让人代替营指挥之职，并向全营宣布：大人，这样做的目的何在？我们要预防万一，先把私采金矿的责任全部推在刘通身上。如果包大人没有查获矿场，等包大人离开之后，一切再恢复正常。如果包大人发现了呢？刘通和郭北私下勾结私采金矿，与你我无关。如果包大人发现了与我们有关系怎么办？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前往矿场。到时候你听我暗号，如果我叫你向包大人认罪，就立刻杀他。重一致，把他带去的人全部格杀。刺杀钦差是要抄家灭族的。哼，难道不如此就不是死罪吗？这是我们唯一活命的机会，明白吗？是，大人。把这些尸体都处理掉，他们这是畏罪潜逃，但是却从此人间消失。哦，郭捕头还没有回来。是，下官派他出城，实在也是不得已。包大人如有任何疑问，可以先询问下官。你对刑狱的实际情形知道多少？
下官掌管事务繁多，并未实际介入州衙刑狱之事，但却可依大人质询再做详查。你既然不知道就算了，本府只是对几件刑案有所不解，还是等郭捕头回来再说吧。是。大人若无其他交代，下官先行告退。大人，郭北带人去抓贼，不可能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一定是张冲安排他逃离青州，或者是已将他杀之灭口。即使如此，也无法追究，只能证明张冲的确与此案的关系密不可分。眼前所面临的局面已到了紧要关头，必须重新计较。都怪我自己不小心。如果我能够再多忍耐一天，也许就不会被郭北碰上，事情也就不会变成像现在这个样子。跟你说过，叫你多忍耐2天，你就是不听。好了，闯祸了吧？翟大人，那你说，会不会因为我的粗心而影响包大人断案呢？另外，还有那些矿工，他们会不会也因为我而受到伤害呢？不瞒你说，真有这个可能。可恨的是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希望他们吉人天相。如果说他们真的因为我而受到伤害的话，那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展大人，大人请你和田青去厅里一趟。张冲走了。是，包大人还要吩咐明天的事情，我们还要请慕容姑娘一起参加盐商。田青参见包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包大人。有关盗采金矿一案，本府已确信张冲涉案，因此必须掌握时机，立即行动。明日一早，调派所有随行官兵随本府同往州衙。本府要直接对张冲挑明此案，同腐矿场。大人，请让属下明天陪你一同前往州衙，以防张冲做困兽之斗而对大人不利。不，展护卫必须先去矿场。倘若张冲企图湮灭证据，势必会杀害所有的矿工。或许展护卫一人之力难敌数百官兵，但还是要尽量保护矿工的安全。可大人的安全又如何能确保呢？本府估计，张冲还不敢直接不利于本府。大人，张冲为了自保，很可能会不计后果孤注一掷，请大人三思。倘若他真敢如此，难道本府必须提心吊胆，防范于他，或是不接此案？既然接办此案，又怎能将个人死生列入其中？你们无需再为此事担心。田青，草民在。你明日随同本府前往州衙，不必做官兵打扮，本府要你以人证身份前往。不过，万一张冲真做困兽之斗，多少还是有危险存在，你可要想清楚是否要去。包大人，草民和那些矿工蒙受不白之冤，现在终于有机会让那些矿工和草民一样重获自由。即使粉身碎骨，草民也绝不害怕。好，
既然如此，明日你负责带路前往矿场，去吧。是，草民告退。不论张冲是否会做困兽之斗，若要将他拘捕归案，迟早免不了一战。那张冲既是武举进士出身，想必武功不错，不知展护卫可有把握？大人放心，属下有绝对的把握。不过，属下还是担心大人明天州衙之行。王朝马汉、张荣、赵虎，在。明天大人的安危就交给4位了。展大人，请放心，我们兄弟4个会和大人寸步不离。张冲如果想伤害大人，除非他先杀了我们4个。请大人放心。好。包大人怎么会一早便来州衙呀？郭捕头昨夜可曾回来？这下官确实不知道他为何彻夜不归。哼，本府倒是知道。包大人怎会知晓？那郭北与人勾结私采金矿，张大人可知情？什么？竟有此事？怎么？张大人当真不知？下官的确不知道。好，本府就带张大人一起前往矿场证实。包大人竟然知道矿场所在之处。本府虽然不知，但却有知晓之人。此人被关在矿场半年有余。据他所言，在矿场之中，乃是由青州步军虎贲营的官兵守卫监工。包大人，下官对此事的确不知情啊！哼！草民叩见包大人。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田青，草民在。你是如何被带往矿区的？草民是在家中被蒙住双眼带走的。就在这青州城内，竟然能绑上山去，他们是如何出的城？昨日，那郭北在城中发现田青，不由分说就想将他押走，岂不正坐实了是他所为？不知张大人可有其他看法？包大人，下官的确不知情，还请包大人明鉴。你衙中捕头，与你属下步军同时涉案，你居然还敢说全然不知情？包大人，好，你且随本府一起前往矿场。从此刻起，途中不得站立。本府要与你同时抵达矿场，到时再看你还能作何解释。将军命属下到这儿是为了……本座先问你，矿场停工了？是，按将军的指示，矿工全关起来了。好，了解矿场真实情况的人，你也全带来了？是，除了他们6人之外，其他官兵都不知情。很好，那本座就一个都没有漏点。将军要属下等人是为了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有人把矿场的消息泄露了出去。不可能，将军他们都是我的心腹，不可能泄露消息。哼，你也是我的心腹，可是消息的确泄露出去了。
你说本座又该找谁负责？将军，包大人已经查到了这件案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？一个逃出去的矿工。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有人逃出去。事实俱在，你不必多说。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后退！放箭！他们到底在搞什么？为啥要停工啊？哎，矿坑上没发生事故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哎，会不会是田青来救我们了？嗯，不知道。除了那些官兵之外，没人来过矿场啊。哎，如果他们要来救我们，干嘛还把我们关在这里啊？啊？难道他们知道被人发现，打算毁了这座矿场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全杀光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获救的。范勇，本府等着听你的解释。启禀包大人，末将本打算回青州向张大人禀报，没想到两位大人来得竟这么快。如今张大人就在眼前，本府倒要听听你要如何禀报。末将得到手下密报，虎贲营指挥刘通勾结青州捕头郭北，利用州衙囚犯在此私采金矿，而且利用职权欺瞒官兵，假借开采官矿之名来此地监工守卫。哦，是吗？末将所言属实，还请包大人明察。你身为青州步兵指挥，你辖下虎贲营不在寿光驻守，反而来到此地监工，你怎会不知？回报大人，寿光地属山区驻点较散，所以刘通将辖下5个都仅留1个都在寿光驻守，掩人耳目。末将一时失察。那么本府前往寿光之时，他们又怎会出现在寿光？想必是刘通在接获包大人视察通知之时，已连夜将官兵送往寿光。那刘通如今关押何处？将他传来，本府要当面询问。刘通在末将查获质问之时，就和同伙公然反抗，意图逃亡，已被末将依军法当场格杀。大胆！你为何不留下活口？
刘通等人情急拼命，连伤多名官兵，末将不得已只得将他们处死。如此说来，如今已是死无对证了。末将所言句句实情啊！可是他却看见你在此地出现过。他是谁？我在这里做了半年的苦工，不知道见过你多少次。还有那些关在土牢里的矿工，也都可以指认你。范勇，你可有话说？包大人，他的话怎么能相信？为什么不能相信？他是罪犯，而且末将根本就不可能到矿场人群之中，两地相隔这么远，他根本就分不清是官是兵，他一定是认错人了。他们看错，我可没有看错。你是什么人？御前4品带刀护卫长昭。今天之前我来过2次，也见过你2次。你和那个刘通就站在一起。范勇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范勇，还不赶快向包大人认罪！包大人，您受惊了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下官救人心切，竟然……包大人，下官一时情急失手，请包大人降罪。一枪致命，武榜眼，你的武功不错。如今真相如何，恐怕永难查明了。请包大人明鉴。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勘察军务，如今查获青州步军严重违法，本府以钦差之名接管指挥，尔等听命。王朝马汉，在，将所有矿工带回，妥善安顿。本府要逐一查问。是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派人查封矿石、矿场以及炼金厂。是。湖北营如今是由何人暂代指挥之职？是属下。留下一都兵力看守矿场，其余官兵返回寿光驻守。此地若有外人擅入，直接禀报本府，不得通报任何人。是。军法无情，若有违令，定斩不饶。下官督下不严，请包大人降罪。张冲，你身兼京东东路兵马总管，你辖下的青州步军竟犯下如此大罪，你又兼青州知州，州衙的捕头，却滥用职权，草菅人命。你犯下的已经不只是督下不严之罪。下官静候包大人处置。此事太过重大，本府自会报请朝廷裁夺。你暂且仍留原职，等候朝廷处置。是。不过你却必须针对此事妥为善后。本府自会派随行人员
先做安排，你要密切配合，不得刁难。本府随时前来查问处理的情形，你且自行规划斟酌。本府明日再来问你。下官遵命。没想到张冲如此镇定，若无其事地撇清关系。他明明知道大人已经怀疑他，他却不动声色，可见他的城府极为深沉。大人，为何不直接揭穿他的假面具，反而如此轻松地放过他呢？学生也不明白，大人为何如此处置。若依你二人之意，又当如何？他杀范勇，分明就是杀人灭口，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办他。如今范勇一死，私采金矿之事就牵扯不上他了。话虽如此，他却是为了防止范勇行刺本府，才下手杀人。这又怎么说？当时我在大人身边，他根本不可能靠近大人，更不可能刺杀成功。就算他打算出手，他大可避开范勇的要害。如此，既能阻止行刺，又不会伤及性命，这点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。当时事发突然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又有谁能说此举有错？故而，他才会如此的振振有词。那可是我们都心知肚明啊！那也只能放在心中存疑，却不能据此追究他杀人灭口的罪责。以范勇的下场推论，郭北必定已经遭到他的毒手。现在能指证他涉案的人，都已经不在人世，这件事情就好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。正因为如此，本府才暂且放过他，而不追究失职之罪。大人，就算是失职之罪，也应该先办他，为何还要等到朝廷才夺呢？若是如此，他私采金矿所犯下的种种恶行，岂不是反而被他轻松逃过？大人是要伺机而动。不错，从全案各个环节分析，张冲肯定就是主谋，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脱罪，还是要继续追查。可是如今已是死无对证，大人要从何处着手追查呢？矿场开采3年，那些开采提炼出来的黄金，如今又何在？以张冲行事之谨慎与计划之周详，肯定那些黄金不会放在范勇那里。这就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。大人，何不直接到州衙去搜？他绝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黄金藏在州衙，因此我们必须盯着他。他迟早会处理那些黄金。大人说这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，那么其他的方向呢？田青说，3年前他爹是奉命勘察矿脉，换言之，必然是先有所依据，才会派人勘察。对，州衙里面一定还保留着他的记录。再者，范勇与郭北不过是张冲利用的工具，或许还有其他人与他同谋。本府判断，他不可能一人主导全案。大人的意思是说，也要注意他和什么人有着不寻常的接触吗？正是。可查的方向甚多，还在慢慢演绎。然而，只要锲而不舍地追查到底，张冲就终究难逃国法的制裁，又何必急于一时呢？那只好暂且便宜他了。眼前危机暂时解除，公孙先生可以派人将婉儿带回驿馆了。是。
包大人发现矿场了？他根本早就盯住了此事，矿场迟早会不保了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矿场虽然不能用，但却没有让他发现我也牵连其中。至少他绝对没有证据。那包大人又是如何处置你的？哼，禁军和州衙都出了问题，我当然免不了要受连带处分。如今，他要我静候朝廷的惩处。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以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幸亏呀，我们选择了放弃矿场，否则贸然对包大人发起攻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——展昭。玉某展昭，他来青州了。不错，而且隐藏在暗处。如果对包大人动手，吃亏的反而是我们。这个展昭真的有那么厉害？连你都应付不了他？哼，他那南侠展昭的称号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能够打赢他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以后更加小心了。我知道。还有，此事势必会让王爷知晓，却是个麻烦之处。是啊，即便是包大人不说，此事可能也会传到王爷耳朵里面去。那就不如主动向王爷禀告。